10文錢，買你当我哥哥。不夠。加上這些，成交。既買了，便不能反悔。若敢反悔，我就吃了你。哥哥高升，举家迁往京城，連院裡的大黄狗都裝了車，卻獨獨忘了我。往往吃魚，若讓公主知曉我有這麼個傻妹妹，婚事怕是要生變。他塞給我10枚銅板，哄我去街口買糖葫蘆，我卻拐了個彎，跑到了對街的逍遙王府。坊間都說裡頭住着位活閻羅，可我知道那閻羅殿裡藏着菩薩，3天2頭地，投餵我糕點。門開後，我一把抱住菩薩的腿，大哥哥，我沒人要了，現在我可以給你做妹妹啦。院裡喜氣洋洋，每個人臉上都揚着笑。哥哥的任職書昨日到了，從鴻蘆寺少卿升任大理寺丞，娘親正指揮着將庫房的物件一一装车，也得去祠堂告慰祖宗了。只有我閒在一旁，抱着自己的小木匣，巴巴地守在门口。匣子不重，裡頭裝着我攒的糖紙，又是哥哥給我削的木偶，還有去年上元節他給我求來的平安符。哥哥看到我，腳步頓住了。婉婉，现在在這兒做什麼？我和小鞋子一起走。我把匣子往上拖了拖，他神色微凝，與娘親交換了一眼。娘親別過臉去。婉婉，你想去京城嗎？你們去哪兒，我就去哪裡。娘親走過來，手心在我髮頂停了一會兒，溫溫熱熱的。懷瑾，要不……娘。哥哥截住他的話，喊了一声。你知道的，婉婉她没說下去，只是嘆了口氣。爹爹不知何時也過來了，手按在娘親肩上。懷瑾若能上公主，前程便有了倚仗。往往終究沒那個福氣。娘親用袖口按了按眼角，柔聲問我：往往留在家裡好不好？你們不去了嗎？我望着他，哥哥眉間浮起一絲焦躁，從懷裡摸出幾枚銅錢塞進我手裡。罷了，與你也說不明白，拿去買糖葫蘆吧。我握着錢歡喜地轉身，剛跨出門檻，就聽到了身後的對話。娘，婉婉絕不能進京，就讓她住這老宅，留幾個人照應，等日後安穩了，再替她說門親事。京城，她是萬萬去不得的。就依懷瑾吧。我捏緊手裡的銅板，眼眶有些熱。他們總當我不懂，說話從不逼我。可大夫說過，我只是心性停在了3歲。去年中秋節，哥哥帶我看燈，人群推搡間，我摔破了頭，昏睡2日。再醒來時，一切就變得我不認識了。頭傷能治，心性卻留在了3歲。娘親尋遍名醫，湯藥一碗碗的灌，銀針一根根的扎。起初他們也滿懷希望，後來那希望漸漸淡了。我開始認不全人，把管事的叫爹爹，衝着廚娘喊娘親，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人又記住了。再後來他們不再請大夫了，院裡多了個叫秋淵的丫鬟，專跟着我。哥哥越來越忙，就連我5歲生辰也都忘記了。我抹了抹眼鏡，朝巷子深處走去。我沒有走向賣糖葫蘆的長街，而是拐過巷角，徑直朝對街那扇朱紅大門跑去。那裡人跡稀少，過路的都寧願繞遠些。坊間都說裡頭住着位活閻羅，可我知道閻羅殿裡藏着位菩薩，他常常拿了許多糕點餵我，有甜甜的杏仁酥，糯糯的桂花糕，還有入口即化的酥酪。在府裡，秋淵總把我那份點心吃了，我去找哥哥要，他便扯着我的胳膊往回拽。姑娘今日吃鴨了，再多該刻畫了。回了屋，他拧我，凶巴巴地對我說：少爺早不管你了，一個傻子，吃那麼多做什麼？我疼得抽泣，他把食指豎在唇前。你瞧這府裡是信你還是信我？她是許嬤嬤的侄女，許嬤嬤是娘的奶娘。我餓得受不了時，會偷偷溜出去。上回在巷子裡見着一隻純白小狗，正叼着半隻油亮的豬蹄，我跟在它後頭，小聲商量：那蹄子像是放久了，你別吃壞肚子，
給我好不好？他濕漉漉的眼睛望着我，腦袋一歪。要不我們一人一半？我咽了咽口水。秋煙說會分享的才是好孩子。他往後縮了縮，我餓得發昏，雙膝一軟，便朝他跪了下去，學着娘親拜佛的樣子合上小手。狗狗菩薩在上，若叫婉婉吃飽了，我定給你塑個金身。說完，恭恭敬敬磕了3個頭，額角抵着冰涼的地面，眼前陣陣發黑。等我抬起頭，小狗和豬蹄都不見了，身後卻傳來一聲輕笑。我回頭，一剎那，仿佛看見了菩薩，他比廟裡的塑像還要好看，白衣勝雪，懷裡正抱着那隻小白狗，油亮的豬蹄落在他腳邊。你是誰家孩子？餓了該回家去。聲音像玉石相碰，清脆悅耳。我是娃我。我盯着地上的豬蹄，咽了咽口水。哥哥不许我多吃，娘親說要注意儀態。可儀態是什麼？我沒找到，我怯怯地指過去。那個，我能吃嗎？掉在地上，小狗吃了會拉肚子的。他微微一皺。髒了，不能。我拍拍自己的肚子，能的。秋渊姐姐常給我吃地上的東西，她說我就配吃那些。菩薩臉上的笑意倏地淡了，他轉身喚來隨從，聲音沉了下去。去查查，這是誰家的孩子？隨從仔細看了我一眼，面露訝異。王爺，這好像是沈懷瑾的妹妹，半年前卑職還見過她抱着出門，聽說後來摔傷了頭，怎麼如今才不過半年？菩薩，不，王爺的臉像結了冰。好一個光風霽月的鴻蘆寺少卿。他重新看向我，眼神複雜。你若想吃，就站起來吃。從今往後，不許再跪在地上吃東西。我懵懵懂懂地爬起來。王爺讓人端來一碟碟糕點，樣式精巧，香氣撲鼻。他又取了條乾淨的帕子，輕輕擦淨我的手和臉。吃吧，管夠。我抓起一塊桂花糕，卻先遞到他唇邊。菩薩，你也吃。他微微偏頭。你叫我什麼？菩薩呀。娘親說，只有菩薩才會這樣好心。我認真的。我再次跪下來，雙手合十，像每次隨娘親進香時那樣誠心許願。菩薩在上，保佑哥哥升官順利，爹爹娘親身體康健。他問：那你呢？你想要什麼？我眼睛一亮，我想變得聰明，那樣娘親就會讓我搬回她的院子了。他好久沒摟着我睡覺了。王爺搖頭。可惜，我不是菩薩。我一愣，那你是誰？宋雲錦。這名字我聽過，哥哥也曾提過，說京城裡得罪誰都不能得罪這位閻王爺。他行事果決，連在朝堂上都敢當着皇上的面將人制服在地。皇上卻格外縱容這位兄長。聽說當年正是因為宋雲靜體弱讓位，才有了當今聖上。可我瞧着他一點也不像閻王。你不是閻王，我堅定道。你就是菩薩。宋雲靜怔了怔，忽然笑了。我被晃了下眼。有意思，你不怕我？不怕。他伸出手，掌心朝上。既然不怕，那你來做我妹妹，如何？我爬起来，下意識後退半步，搖搖頭。不行，哥哥會不高興的。娘親說過，我剛出生時，哥哥抱着襁褓不肯撒手，說定要讓我做全天下最幸福的妹妹。他如今只是太忙了，才會忘了我。宋雲靜看着我，眼裡有些我看不懂的東西。吃了我的東西，還不願做我的人？我低頭看着手裡咬了一半的糕點，猶豫片刻，還是遞了回去。
他頓了頓，卻將我的手推回。算了，你吃吧。謝謝。我看看他，又看看糕點，小口小口吃起来，含糊不清地說，他轉身要走，卻又停住，側過半張臉。往後若餓了，就去敲那扇門。那是你家嗎？是。後來我又去敲過5、6次，宋雲京不僅給我點心，還讓那只小白狗陪我玩。有次我抱着小狗曬太陽，悄悄想，若他是我哥哥就好了。眼下我踮起腳尖，又一次叩響了那扇大門。門開了，是宋雲姐身邊的武安。他見是我，有些诧異。小王，王爺呢？我仰頭問。在書房。我抱着小木匣跑過回廊。宋雲靜從書卷间抬眼看我，眸中掠過一絲訝異。我把匣子輕輕放在他案上，又將那10枚銅板一字排開。大哥哥，這些都給你。他目光落在那些物件上，又移回我臉上。這是哥哥、娘親和爹爹送我的，是我最寶貝的東西。我指指銅板，這是哥哥今早給的。宋雲俊不解，這是何意？武安在門外低聲道：王爺，卑職方才見沈家正在裝車，聽說沈懷瑾高升，即將上公主，舉家遷往京城。只是……他看了我一眼，沒再說下去。我小聲接話，哥哥說，我若去了，公主會不喜歡他，他就沒有新娘子了。娘親讓我在這裡好好待着，說以後會回來看我。婉婉小姐才5歲，這豈不是……他們不要你了。他問，我點頭。他將銅錢收入掌心，抬眼直視我。那我要。你可想清楚了，是你自己出錢買我做你哥哥的，既買了，便不能反悔。若敢反悔，我就吃了你。我嚇得一縮，又想起什麼，小聲道：哥哥是菩薩，菩薩不吃人。他總說要吃了小白，可轉頭就讓人給他燉大蹄牛。宋雲京唇角似乎彎了彎，隨即對武安吩咐：去收拾間屋子出來，再請個大夫來。等大夫來的時候，我已經吃完1整盤桂花糕了。老大夫仔細診了脈，又輕輕按了按我額角那道舊疤，沉吟良久才開口：小姐頭傷雖重，但若精心調理，再輔以洛神醫的獨門針法，未必沒有痊癒之機。武安聞言，眼睛一亮：王爺，洛神醫的那位高徒，如今不正是在宮中為皇後娘娘診治嗎？宋雲君沒有立刻說話，他目光落在我沾着膏血的嘴角，伸手用指腹抹去。寫信回京，讓那徒弟把他師父請來。之後我就在這裡住了下來，每日和小白在院裡追球玩，偶爾想起哥哥和娘親，就躲在柱子後頭偷偷抹眼淚。宋雲啾啾總能找到我，他把我抱到膝上問：王王，想不想去打獵？打獵？你喜歡什麼？大哥哥獵給你。小兔子。我眼睛一亮，之前哥哥說送我只小兔子做生辰禮，可他忘了。宋雲景當真備了馬，把我攏在披風裡帶出城去，臨深草密。他卻真為我獵了只黑兔，我給他取名小黑。從此小黑和小白成了冤家，滿院子你追我趕，府裡上下待我極好，廚房總溫着點心。武安出門回來，懷裡必揣着糖葫蘆。這天小黑竄進了宋雲俊的書房，我爬進床底抓他，卻聽見外頭有人聲，是武安在說話。王爺，沈懷瑾當真薄情，留下的那個婢女非但沒尋過王瓦小姐，還將自家親戚全接進了宅子，這分明是鳩佔鵲巢。清理乾淨。還有，沈懷瑾之前進京述職，五公主似乎對他青眼有加，不過賜婚的聖旨尚未下來，
要不要？要什麼？我那嫵媚其實只看皮囊的蠢人。正聽着，小黑嗖地鑽了出去，我也跟着爬出床底，拍拍衣裳。大哥哥，我來抓小黑，沒弄亂東西。他拿起帕子擦我額角的灰。無妨。靜了片刻，他忽然問：汪汪想不想進京？我搖搖頭，爹娘不讓。哥哥也叫我在家好好待着。武安忍不住插話：可小姐不进京，怎麼找洛神医治腦袋？我若進京，就能變聰明嗎？大哥哥是不是也想要我變聰明？宋雲景目光清澈地看着我。我想讓你做回本來的自己，不必討好誰，不必看人臉色，能辨是非，明事理，就像所有孩子那樣，堂堂正正地長大。那好难呀！我皺了皺鼻子。有我在，你大可以試一試。那我聽大哥哥的。大哥哥喜歡聰明的我，我就做聰明的我。一旁的武安笑了。這話繞的。不過蕭瓦小姐本就聰明，昨日還知道把糖葫蘆分我一半呢。宋雲景眉梢微動。你吃了小瓦的糖葫蘆？王爺沒吃到嗎？可甜了。武安還沒察覺，樂呵呵道。話未說完，就見自家主子臉色淡了幾分。我趕忙扒着宋雲景的肩，在他耳邊悄悄說：武安大哥愛吃酸的，那糖葫蘆酸的牙都倒了，不好吃。宋雲景眼底的雙色倏然化開，屈指刮了下我的鼻尖。小鬼灵精。回京的日子定在3日後，府裡上下忙着收拾香籠。武安見我抱着小包袱跟在後面，笑着趕我：小姐去院裡玩吧，這兒不用你幫忙。我便揣着一碟糕點坐到廊下，掰碎了餵小白和小黑。小白，你去過京城嗎？聽說京城有這麼大。我比劃出一個大大的圓。武安大哥說，那裡的糖葫蘆又紅又亮，甜得粘牙。小黑湊過來蹭我的手心。對了，京城也是大哥哥的疆呀。我揉揉他毛茸茸的腦袋。他說，在那裡沒人會欺負我。話音未落，小黑忽然叼走整塊糕點，竄下台階，小白汪汪追了過去。我拍拍衣裳起身去找武安，他正抱着一摞書往箱中放，轉身時有卷軸從書間滑落，在地上滾開半幅。畫上的小姑娘穿着鵝黃衫子，坐在秋千上笑，眉眼彎彎，竟有幾分。這是我嗎？我蹲下去看，武安手一顫，慌忙拾起畫卷。這是王爺的妹妹。大哥哥還有妹妹？他沉默片刻，有些惋惜。王爺原是龍鳳胎，月時有人害他，是他妹妹入食了那碟糕點，替他受過了。我怔怔望着他，長得好像我，是有幾分像。武安將畫卷仔細收好，嘆了口氣，他搖搖頭，自嘲地笑笑。我和你說這些做什麼？你又不……我懂的。他愣住。我認真地說，大哥哥沒了妹妹，我沒了哥哥，現在我們在一起，就又有哥哥又有妹妹了，對不对？身後有腳步聲靠近，一隻手落在我髮頂，輕輕揉了揉。是，我有妹妹了，你也有哥哥了。最近是不是長胖了？我心裡一慌，連忙捏捏肚子上的軟肉，使勁吸了口氣。不胖不胖不胖。他眼底掠過一絲笑意。我是說，雖長了點肉，可還是太輕。往後想吃什麼，儘管告訴武安他們。我這才鬆了口氣。臨行前一日，我拉着宋雲金的袖子，央他上街。我擔心京城沒有青州這些零碎玩意兒。他說往後不知何時再回來，這裡原只是他暫居的別院。我在攤前挑了一隻竹骨風車，當踮腳去拿，一個蓬頭垢面的乞丐忽然撲跪在地，死
死死拽住我的裙角。小姐饶命，求你救救我！我被吓了一跳。你是谁？那人用手拨开脏污的头发，露出一双浑浊的眼睛。是我啊，秋渊。我愣住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樣？衣衫襤褸，臉上盡是淤青，全沒了從前在沈家的伶俐模樣。秋淵的目光越過我，落在宋雲京身上，忽然尖聲哭道：小姐，你怎能聯合外人把我們都趕出去？你這樣將來怎麼向少爺交代？我找你找得好苦，你卻叫人傷了我哥哥的手，你要怎麼向許嬤嬤交代，向夫人交代啊？我往後退了半步，緊緊握住宋雲京的手。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哥哥。你哥哥？秋淵恨恨地指着宋雲京。你哥哥是沈懷瑾少爺，這不知哪來的地痞哄着你認親，你就信了？小姐，快報官！話音未落，宋雲江抬腳將他踹翻在地。欺主備恩的東西也配喊冤？秋淵蜷在地上，再不敢出聲。宋雲京將我往懷裡帶了帶，捂住我的眼睛。別看，髒。回去後，他一直待在書房。武安悄悄問我：王爺怎麼了？我捏着手裡那隻風車，小聲道：許是我沒把風車給他玩。武安失笑：武安大哥，我把這隻給大哥哥玩，你再去替我買一隻新的，好不好？我拽拽他的袖子，踮腳湊到他耳邊。武安故意逗我：為何要我買？風車又不是給我的。我瞧見啦，你昨兒在屋裡數銀子，白花花的，有好多好多呢。他慌忙捂住我的嘴，壓低聲音：我的小祖宗，那可是我攢着娶媳婦的老本，千萬別說出去。那你給我買嗎？買，這就去買。轉身時還嘀咕了一句：這不挺明白的嗎？還治什麼治？我握着風車，推開書房的門。宋雲京站在窗邊，不知道在看什麼。王王，怕不怕？他沒有回頭。怕什麼？大哥哥，借你玩，但不能玩壞了。我只有這一個。我走到他身邊，把風車塞進他手裡。他終於轉過身，低頭看我。你不怪我，沒同你說就處置了你的舊婢。我搖搖頭。秋淵對我不好，我為什麼要怪對我好的大哥哥？只是他說他以後要做我哥哥的親，讓我們妾室主子。我要把好東西分他一半，不然他就哄得哥哥再也不喜歡我。可是秋淵不用哄，哥哥已經不要我了。宋雲京彎腰將我抱起。瑤瑤，從今往後，沒有人能讓你分一半東西，更沒有人能哄得不喜歡你。這隻風車是你的，我也是你的大哥哥。我竊喜。太好了，我有2個風車了。京城比我想象的還要繁華，逍遙王回京的消息傳得飛快，各府禮物流水般送進門來，有許多我從未見過的稀奇玩意兒。不到半日，街頭巷尾都在傳，那位冷面閻王竟認了個義妹。下午，一位穿緋紅旗裝的漂亮姐姐風風火火闖進花廳，眼睛亮晶晶地打量我。大哥，你從哪兒撿來的小寶貝？生得真俊。他伸手就要捏我的臉，宋雲京用手替我擋開。收起你的爪子。他撇撇嘴，收回手。叫王王是不是？我是你五姐姐。沈懷瑾不要的那個。宋雲京淡淡道：五公主。我這才反應過來他的身份，睜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他。沈懷瑾？她不就一個妹妹嗎？哪裡又冒出來一個？我耳朵豎了起來。我原來的哥哥又有妹妹了？是啊，公主。沈懷瑾哪來的另一個妹妹？沈家前陣子搬進京了唄，他家確實有個妹妹，長得不如大哥你這個小可愛，能說會道的，出口成詩，聰明是聰明，就是那眼神裡全是戲，我不喜歡。五公主順手餵了我一顆葡萄，撇了撇嘴。我慢吞吞嚼着葡萄，原來五公主就是我那位未來嫂嫂，她真好看，像畫上走下來的人，
宋云京抬眼，听說你要嫁他。嫁谁？沈懷瑾？他算個什麼東西，也配娶我？哼！前幾個月他進京述職，我在湖邊賞荷掉了方帕子，本就不想要了，他非要巴巴的撈上來還我，眼睛還粘在我身上挪不開，我轉身就扔了。五公主哼了一聲，武安撲哧笑出聲。感情輕舟傳得沸沸揚揚的上公主，是沈懷瑾一廂情願啊！五公主又捏了顆葡萄塞我手裡，笑眯眯的湊近。小婉婉，你原先那個哥哥眼光不行，丟了珍珠，撿了榆木，不過現在好啦，你有個更好的哥哥了。小婉婉跟我回宮玩2天。他臨走時，忽然一把將我抄進懷裡，鬼鬼祟祟往外走。放下。宋云靜的聲音從身後傳來。五公主裝作沒聽見，腳步更快了，玄色衣袖一晃，宋云錦已攔在門前。她什麼也沒說，只淡淡瞥了他一眼。五公主撇撇嘴，不甘不願地將我遞回去。小氣，我改日再來找婉婉玩。她不甘道。你才小氣，來一趟吃了我2串葡萄，連個見面禮都不給婉婉帶。宋雲靜將我穩穩抱住，這是二哥去年塞我的，給婉婉帶着玩。五公主哎呀一聲，忙褪下腕上一隻羊脂玉鐲套在我手上，鐲子在我細瘦的腕上晃蕩。大哥哥，換糖吃。我摘下來，塞進宋雲炯衣襟裡。隔日，宮裡傳話說皇上要見我。宋雲京嘴角微揚，走，大哥哥帶你去撈一筆。皇上在御書房見到我時，怔了好一會兒。大哥，這孩子他長得有些像。他沒說下去，目光在我臉上停了片刻，轉向宋雲景。婉婉，叫皇上。皇上，我乖乖叫道。這時皇後也走了進來，一見我便眼睛一亮，拉着我的手說想認作義女。皇上笑着搖頭。皇後遲了，大哥已認了義妹。他俯身問我，王王想要什麼賞賜？我想起宋雲景的話，從懷裡掏出平日裝蜜餞的布袋，雙手捧高。大哥哥說帶我來撈一筆的，我帶袋子了。這孩子真是實誠。皇上和皇後對視一眼，同時笑出聲。皇上竟真接過袋子，讓工人裝了一袋的夜明珠遞還給我。我在荷花池邊餵魚，捏着魚食一點一點撒。吳公公怕我餓，去取點心了。你們少吃些，吃胖了會被吃掉的。那沈姑娘拿帕子掩着嘴角，忽然呀了一聲，池底的錦鯉受了驚。從我身側掠過，我聽見宋雲靜的聲音在喊太醫，那聲音比平日低了許多，像從胸腔裡滾出來的悶雷。醒來時，屋裡滿是藥香，透過紗帳，我看見門口跪着2個身影，是那個六公主和推我的沈姑娘，都在嚶嚶的哭。五公主氣得聲音發抖，還有臉哭？平日真是慣壞了你們。婉婉怎麼樣了？是皇後的聲音。太醫恭敬回話：小姐受了寒，有些發熱，但性命無礙，幸虧救得及時。皇上臉色鐵青，皇後也冷着臉不說話。宋雲君坐在床邊，手指碰了碰我的額頭。還哪裡疼？我搖搖頭，不疼了。大哥哥，水裡好多魚圍着我轉呢，可惜我沒抓到，等我好了，抓一條最大的送你。五公主聞言，扭頭瞪着跪在地上的2人。驕陽，說清楚，誰讓你推婉婉的？不是我，是如煙，是如煙推的。臣女只是想警告他想撐死錦鯉。沈如煙哭得梨花帶雨。皇兄，如煙真不是故意的。六公主撲過去護住沈如煙。皇上閉了閉眼，聲音疲倦，把沈如煙送出宮去，永不得再入宮。皇後娘不要臣女了吗？大师明明說過臣女命格旺子，只有留在娘身邊，娘娘才能诞下龍嗣啊。皇後冷笑一聲，你心思歹毒至此，本宮生不生得出皇子是自己的命數，與你何干？皇上看向宋雲靜，嘆了口氣。這沈如夜是沈懷瑾的義妹，大覺寺的主持曾說她命格特殊，能旺子嗣，這才送進宮來。宋雲君抬眼，皇上信這個？宋雲君不再多言，只淡淡掃了沈如煙一眼。他既喜歡推人下水，便讓他自己也嘗嘗滋味。
留條命就行。侍卫上前拖人时，沈如烟终于怕了，掙扎着哭喊：“王爷饶命，臣女知错了。”声音渐渐远去。宋云京替我掖好被角。睡吧，哥哥在这儿。大哥哥，那个沈如烟真是我原来的哥哥的义妹吗？我握住他的手指，小声问。他嗯了一声，胸口有些悶悶的，說不清是難過還是真的水喝多了。皇上把六公主禁足思過，說要讓她醒醒腦子。我喝完藥睡了一覺，發了汗後才被宋雲京裹着厚厚的斗篷抱回了逍遙王府。武安聽說我落水發燒，氣得在院裡打轉，咬牙切齒地說要給沈懷瑾半夜套麻袋。那混賬東西，半路撿個孤女就認作妹妹，只因那沈如煙長得有幾分像文網小姐。武安憤憤道：卑職查過了，她原姓李，李家不知出了什麼霉頭，走的就剩她一個。偏巧六公主法陪侍時，大師說她命格旺子，沈家如今把她當眼珠子疼。要我說，她哪裡像笑瓦小姐了，年紀都比笑瓦大了5歲。閉嘴！宋雲景冷冷瞥他一眼，我卻聽進去了，仰頭問：是不是哥哥太想我了，才找了個和我很像的義妹？宋雲靜低頭看我。你想回去？不想。可是他想我，為什麼不來找我，卻去找了個像我的呢？我皺起眉，努力回想武安說過的話。這好像和隔壁張大人失了夫人後，接連娶了5、6、7、8房小妾來安慰自己，是一個道理，對不對？宋雲靜目光轉向武安，語氣微沉。你平日裡就是這麼教婉婉的？我卑職那個……武安脖子一縮，他急得抓耳撓腮。大哥哥，是我自己聽見的。武安大哥說，張大人那是替身，是自欺欺人。宋雲京將我往懷裡攏了攏。你不是任何人的替身，沈懷熙不要你，是他眼盲心瞎，他找10個100個像你的，也及不上你半分。他抬手用指腹擦過我眼角，不知何時溢出的淚水。至於那個沈如煙，他既喜歡做別人的影子，便讓他一輩子活在影子裡。王爺，那沈家如今可寶貝他了，聽說還要為他辦賞花宴，正式引薦京中世家呢。武安在旁小聲嘀咕，宋雲景輕嗤一聲，那就讓他好好出這個風頭。沈家大張旗鼓辦賞花宴那日，宋雲景也在逍遙王府為我設了宴。京中有頭有臉的人家幾乎都來了這邊，人人見了我都誇伶俐可愛，靈氣逼人。武安替我收禮收到手軟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根。我知道那些誇獎多半是違心的，我哪裡聰慧呢？在青州沈府時，下人背後都說我是個傻子，連飯裡拌了石子都會咽下去的傻子。正熱鬧着，五公主風風火火來了，往我脖子上套了個沉甸甸的純金項圈。這個能換很多很多糖嗎？上次那個鐲子，宋雲信替我收起來了，不讓我換糖。我悄悄咬了一口，項圈上留下2個淺淺的牙印。大哥哥每次喝藥都嫌苦，總不好好吃。我想買了糖，等他喝完藥就給他一顆。五公主眼睛一彎，俯身在我臉上憋機親了一口。婉婉乖，大哥真沒白疼你。宋雲京每月15總會身子不適，武安說他因是雙胎早產，先天體弱，需常年服藥調理，可他卻總偷偷把藥倒掉。上個月被我撞見，我端過藥丸抿了一小口，板着臉學他平日的語氣，這藥不苦，大哥哥不許倒。他怔了怔，竟真接過去一口喝盡了。好苦，好苦啊！等他放下碗，我才躍地一聲，眼淚唰地淌了滿臉。
宴會散後，我捧着那枚金项圈去找宋云姐。大哥哥，你乖乖喝药，这個就送給你，換好多好多粽子糖。好。到時候你一顆，我一顆。大哥哥不怕苦。宋雲晶的目光落在項圈那對牙印上，唇角勾起。那你之前還偷偷倒掉，我戳穿他。他笑意深了些。以後不倒了，我還要陪往往好久好久。說完便仰頭將藥飲盡。洛神医明日就到，往往针灸會疼，怕不怕？不怕，我一把擼起袖子，直挽到胳膊根。以前秋渊和許嬤嬤也常對我動手。燭光下，細瘦的胳膊上露出密密的舊痕跡，深淺不一。宋雲晶的笑意驟然凝住，她握住我的胳膊，手背青筋凸起。這些都是他們留下的。大夫扎頭頂，他們扎胳膊，說這樣我好得快。我點點頭。秀兒姐姐第一次幫我洗澡時看見了，還以為是大哥哥你留下的，偷偷哭了呢。她讓我以後別惹大哥哥生氣。宋雲晶從齒縫間緩緩捻出3個字：沈懷瑾。我莫名打了個寒戰，往他身邊縮了縮。是要下雨了嗎？咋忽然感覺有些冷？連續扎了3日針後，我腦子裡那層霧蒙蒙的感覺好像淡了些。正好神醫說需停1日休養，我便拉着武安上街買糖。娃娃小姐，你帶銀子了嗎？武安故意逗我，我眼珠一轉，沒帶，但有你啊。這針灸效果這麼靈，才3天，腦子轉得比我都快了。武安瞪大眼，路過一家酒樓時，我肚子咕咕叫起來。武安帶我進去用飯，菜還沒上齊，一道身影忽然停在我們桌前。小小，真是你。我抬起頭，看見沈懷瑾站在那兒，臉上帶着一絲震驚。是哥哥，不對，他現在已經不是我的哥哥了，他是沈如煙的哥哥。正想着，沈如煙從他身後探出身來，挽住他的胳膊，聲音嬌柔：哥哥，就是他，差點害我落水，又搶了我賞花宴的風頭，還害我在皇後面前失寵，連六公主都被牽連禁足。沈懷瑾皺眉看着我，語氣嚴肅：婉婉，你怎麼會和逍遙王在一起？你知不知道他為人嚴苛，喜怒無常？不許說我大哥哥壞話。沈大人，你妹妹正挽着你呢。這位是我們王爺的義妹，請你認清楚。武安上前一步，擋在我身前。沈懷瑾卻只盯着我，聲音放軟了些。婉婉，你不認哥哥了嗎？跟我回去，爹娘都很想你。聽話，去給皇後娘娘賠個不是，就說那日落水是你自己不小心。沒錯，我挺直背。沈大人，卑職實在好奇，你這官位究竟是怎麼來的？婉婉小姐險些被你的這位義妹推下水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淚不爭氣地湧上來。你半句關心都沒有，倒一口咬定是她的錯。武安見了，心疼極了。不哭不哭，咱們回去找王爺，讓他給你出氣。沈懷瑾臉色沉了下來。他心性如孩童，在湖邊沒站穩也是常事。如煙怎會推他？倒是逍遙王不知用了什麼手段將他帶來京城。他朝我伸手，就在手指快要碰到我衣袖時，我猛地往後一縮。我不回去，那裡沒有我的哥哥了，也沒有爹娘了。沈懷瑾還想說什麼，我卻已不想再聽。我拽拽武安的袖子，武安大哥，我們走吧。是不是你在五公主面前說了什麼，才毀了我的親事？身後傳來沈懷瑾的質問。沈大人，往往小姐豈能左右五公主的想法？是你自個兒一廂情願，妄想攀附。如今夢醒了，倒怪起別人。武安腳步一頓，回頭嗤笑。說罷，他牽起我的手，大步離去，再不理會身後那道複雜的目光。回府後，宋雲晶聽武安稟完經過，說了句：去領賞。武安卻皺眉道：王爺，那禍害留在京裡，終究礙眼。宋雲晶看了我一眼，隨意道：那就讓他回青州吧。不日，沈懷瑾被貶回青州的消息傳遍了京城，
有人笑他是任期最短的大理寺丞，有人讥他攀高枝未成反摔了跟頭，茶樓酒肆盡是談資。我扎完最後一輪針，洛神医輕捋長鬚，含笑點頭。小姐腦內瘀注一通，往後只需好生將養，便與常人無異了。我就沒覺得婉婉小姐傻過。神醫，要不你也給我扎幾針，讓我更機靈些。這段時日，爹娘多次上門要見我，都被宋雲俊攔下了。這日，他們竟在外頭哭天搶地，鬧得半條街都圍過來看。我門一開，他們瞧見我，便要撲上來。婉婉，你怎能毀了你哥哥的前程？誰許你私自上京的？王爺，我这女兒有些糊塗，她說的話你千萬不能信吶。宋雲京將我護在身後，聲音冰冷。婉婉是本王的妹妹，你們口口聲聲說她糊塗，可曾盡心治過？洛神醫诊金不過1000金，我怎麼聽說你們一聽這數目便轉身走了？我怔住了，原來爹娘早就找到過洛神医。神医扎針時曾無意提起，說神府派人問過價。聽聞數目後，便再未登門。我娘臉色一白，強辯道：那时懷瑾剛升遷，正是用銀子打點的時候，王爺這般拘着婉婉不放，莫非另有心思？大哥哥是真心待我。沈老爺、沈夫人，是你們先放棄了我。但凡你們平日肯多看我一眼，就該知道秋烟如何打我餓我，许嬤嬤如何掐我欺我。你們嫌我是累赘，如今又為何非要討回這累赘？婉婉，你不糊塗了？大哥哥請神醫治好了我。既然好了，你就更該回家來，我們才是你血脈相連的親人。我不回。你們不是我的家人，是大哥哥。想要回婉婉可以，1000金奉上，人你们帶走。大哥哥，我不要钱。我娘臉色一陣青白，嘴唇動了動。懷瑾剛被貶職，家中實在拿不出這些。我悄悄鬆了口氣，升職了也沒錢啊。大哥哥，我餓了。宋雲君彎腰將我抱起，轉身往府內走。婉婉，你哥哥他一直很想你。婉婉。身後傳來我娘帶着哭腔的喊聲，我沒有回頭。後來沈懷瑾又來過幾次，我都沒有見。他托人送了封信進府。武安拿着信問我：婉婉小姐，要差嗎？我搖搖頭，他忘了我還不識字呢。沈家在一個深夜悄悄離開了京城，回了青州。宋雲俊為我請了先生，教我讀書寫字，撫琴作畫。字我會寫，畫也畫得像模像樣。唯獨那琴，我一撥弦，武安就偷偷掏棉花塞耳朵。小白和小黑嚇得滿院子亂竄，只有宋雲靜始終端坐案前，眉目沉靜，聽得專注。我大受鼓舞，越發刻苦。直到某日練琴，中途抬頭，才瞧見他耳中竟也塞着2團棉絮，眼淚瞬間湧了上來。我苦練這麼久，當真半分長進都沒有嗎？小姐別難過，這人各有所長嘛。你看五公主畫起畫來不也像鬼畫符？武安趕緊安慰，我不信邪。正巧宋雲京又帶我進宮撈一筆，為表誠意，我特意獻上一首新學的曲子。琴音一起，皇上端着茶盞的手微微一顫，皇後臉色發白，捂着嘴輕哼一聲，竟嘎嘣一下暈了過去。殿內頓時亂作一團。太醫匆匆趕來，診脈半晌，忽然伏地賀喜：恭喜皇上，皇後娘娘，這是喜脈。皇上愣了愣，隨即大喜。我還沒回過神，就聽皇上道：傳旨，封逍遙王義妹宋之瓦為昭樂郡主，賜明珠10盒，錦緞白匹。我6歲生辰那日，宋雲靜好生操辦了一番，她親自為我戴上一對墨玉鐲子，觸手溫潤。王爺，這鐲子怕是值1000兩金吧？我笑眯眯收了一圈禮，正逗着五公主送的鸚鵡讓她講話。青州那邊也托人送了禮來。武安忽然湊近，低聲說：他遞上一隻木雕兔子，
雕工制琢，一看便沒費多少功夫。沈家回青州後，沈如煙半路捲了細軟跑了。如今沈家過得艱難，聽說沈懷瑾在街上撞見了秋淵，一番逼問，才知從前那些事，他應是後悔了。我將木雕兔子拿在手裡看了看，又放回錦盒中。我有小黑了，且宋雲姐又給我尋了只白兔子過來，現在府裡遍地都是小兔子。不喜歡便丟了。我搖摇頭，將錦盒蓋好，遞給武安。武安大哥，幫我收進庫房最裡頭吧。大哥哥，晚膳有桂花糖藕和松子桂魚嗎？有，還讓人給你煨了乳鴿湯。